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基因改造食品的危害这个课题。我将从科学的角度解释基因改造食品究竟存在哪些问题。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基因改造食品的可怕之处；第二，食品标签中的伪装问题；第三，如何避免基因改造食品。首先是第一部分，基因改造食品的可怕之处。相信大家肯定听说过基因改造食品或作物，但您是否真的了解它们是什么，以及它们对我们可能造成怎样的影响呢？基因改造是一种通过从其他生物中提取基因，并将其植入目标作物中的技术，以赋予这些作物新的特性。这些基因可能让作物具备抗虫能力、增加营养成分或抗除草剂的特性。例如，抗虫作物可以减少杀虫剂的使用，而抗除草剂的作物则可以在使用除草剂的同时依然健康生长，从而提高产量。基因改造作物的推广被认为是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之一，因此基因改造作物的种植面积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展，在短短15年内增加了10倍。1996年，全球基因改造作物的种植面积仅为170万公顷，而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飙升至1亿3400万公顷，几乎增长了80倍。现如今，全球大豆种植面积的77%，棉花总面积的49%，玉米总面积的26%，油菜总面积的21%均为转基因品种。尤其是在美国，93%的大豆和86%的玉米已经是基因改造作物。然而，尽管基因改造食品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关于它对健康潜在危害的质疑声也在日益增加。研究表明，基因改造食品可能会导致肿瘤、过敏等健康问题。例如，法国卡昂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食用基因改造玉米的实验鼠死亡率是对照组的2到3倍，肿瘤的大小也增加了2到3倍。动物实验和家畜的研究也显示，基因改造作物可能会导致生殖问题。美国环境医学会甚至建议医生为患者提供不含基因改造食品的饮食方案。生物学家巴尔加瓦博士也指出，基因改造食品是美国人健康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现代社会中，不孕不育的情况正在急剧上升，全球男性的不育率也在不断增加。此外，几乎所有的基因改造作物都会使用一种叫草甘膦的除草剂，这种化学物质对环境和人体都有很高的毒性，尤其对胎儿和儿童的神经发育有害。草甘膦不仅会抑制人体内关键酶的生成，还会破坏细胞的能量生成机制线粒体，最终导致细胞的死亡。长期食用基因改造食品还可能引发肠道菌群失衡，促使真菌过度生长，进而影响免疫系统并增加过敏反应的风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基因改造食品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购买有机食品，或者直接从当地农户那里去获取食材。在超市中挑选非基因改造的食品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但相比健康风险，这是非常值得的投资。希望大家能够充分认识到基因改造食品潜在的健康风险，尽量选择非基因改造的食品，以保障我们自身的健康。接下来是第2部分，食品标签中的伪装问题。在第1部分，我们已经了解了基因改造食品的潜在危害，相信现在大家心中已经产生了要避免基因改造食品的意识，或者有些人早已明白其风险，并习惯于通过查看成分表来避开含有基因改造作物的产品。然而，我必须提醒大家的是，即使食品标签上没有标注基因改造字样，也不要因此放松警惕。在日本，虽然玉米、大豆、马铃薯、油菜籽、棉籽、甜菜和木瓜等33种加工品需要强制标注是否为基因改造食品，但即便标注有非基因改造的标签，根据规定，产品中含有低于5%的基因改造成分是允许的。因此，这并不能完全避免基因改造成分，但相较于明确标注基因改造的食品，安全性要高得多。另一方面，
许多其他类型的食品实际上是不允许标注有关基因改造的任何信息的。这意味着，没有标注的食品并不一定就是安全的。事实上，基因改造食品早已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以美国为例，绝大部分的玉米、油菜籽、大豆、甜菜、棉花以及部分稻米和马铃薯都属于基因改造作物。此外，家禽、家畜等动物也间接食用了基因改造的饲料，因为它们的饲料中超过一半是由进口的基因改造作物制成的。这些动物随后被屠宰，并作为肉类在超市中销售，进入我们的餐桌。除此之外，基因改造成分也常见于糖果、酱油、味噌、纳豆、食用油、豆腐、乌冬面、拉面以及软饮料等各种食品中。更令人担忧的是，食品标签中的伪装行为时有发生。这些伪装往往利用了食品成分标注系统的漏洞，因此很难被视为违法行为，但它们实际上确实在误导着消费者。更值得注意的是，问题的根源在于食品成分标注系统本身故意设计了许多漏洞。例如，即使使用了基因改造成分，只要它作为某些制剂的前期原料，便无需在标签上标明使用基因改造食品。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公平吧？另外，如果某个加工食品中的基因改造原料在成分重量排名中未进入前3位，且比例低于 5%， 企业同样可以免除标注的义务。这意味着，即使第4位的成分是基因改造作物，消费者也不会被告知。像这样的标注漏洞还有很多，因此我们不能完全依赖食品标签来判断其是否安全。只有了解这些背后的规则和信息，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基因改造食品。最后是第3部分，如何避免基因改造食品。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关于基因改造食品的潜在危害，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避开这些食品的要点。我会简要列出一些关键事项。第1点，含有玉米成分的食品要格外注意，因为几乎所有进口的玉米都是基因改造的。第2点，即使是标榜国产的纳豆，有时也可能含有基因改造成分，因此需小心甄别。第3点，像沙拉油等价格低廉且看似大规模生产的油类，基本上都不安全，尽量避免使用。第4点，标有异性化糖或液体糖的食品应避免食用。第5点，避免含有外国进口小麦的食品。大型企业即使标注国产，也未必可靠，但一些值得信赖的小型企业除外。第6点，酱油没有强制标注基因改造成分的规定，所以需要找到可信的生产商。第7点，味噌也是如此，需要选择值得信赖的生产商。第8点，加工食品含有更多廉价基因改造成分的可能性较高，因此要谨慎选择。第9点，洗涤剂、化妆品、洗发水、沐浴液等日用品也可能含有基因改造成分，需特别留意。第10点，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成分需要格外注意，确保不含基因改造成分。第11点，间接摄入基因改造食品也需注意，例如那些以基因改造饲料喂养的肉类。以上是避免基因改造食品的主要注意事项。此外，最重要的是，对于那些没有强制标注的食品，要尽量选择产地明确、标有有机或无农药的产品。另外，减少外食或外卖的频率也是避免基因改造食品的重要手段，因为便宜的外食或外卖使用基因改造食品的几率很高。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这些要点，更加慎重地选择自己的饮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